诶。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神兽周游社，我是 Alex 啊，欢迎来到我们神兽教周游的第一期。我们的教学影片呢会分成上下两集，那上半集呢主要是讲周游的介绍啊，还有规则的解释。那下半集呢就是我们朋友们的试玩，还有我们做出一些自己的评价。两集的内容都非常精彩有趣，千万不要错过了哟。那这一期我们要介绍游戏呢是 Exploration 爆炸猫。那这是一款2到5人的派对游戏。 这款游戏特别的是呢，如果你使用2盒一起来玩的话，它可以支援到9个人哦。值得一提的是，这款游戏曾经在全球最大的募资平台 Kickstarter 上获得最高的筹款金额，而且曾经在2015年入围 Golden Geek 的最佳派对游戏哦。那你家里有毛小孩吗？像 Alex 我的话，家里就有养过几次狗了哈。那如果你有养过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它们就是又可爱，然后又让人觉得很奇怪。这款游戏 就是在讲猫有多么的奇怪啊！它里面的图片，整个设计就是很奇怪，特别奇怪，对不对？那么这期影片要感谢 Couple 可贝对我们的赞助啦，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那里去体验哦。那话不多说，我们来看看这是款怎么样的游戏吧。爆炸猫，游戏设计师伊伦利和 Shinsmore， 插画师 Matthew Imanu。这是一款纯卡牌类型的桌游哦。 那在游戏中，玩家们会轮流的从牌堆里抽牌，抽到爆炸猫的玩家就会被淘汰咯。但是牌堆里有着各种图案的、很猎奇又有趣味的猫咪功能牌，能够帮助你赢得比赛胜利哦。比如你可以强制你的对手抽牌啊，或者是你可以看到接下来你要抽到的牌等等的。那游戏进行的越后面就会越刺激，因为你下一张就有可能会抽到爆炸猫哦。那我们现在展示一下这个游戏要怎么设置哦。 里面一共会有56张的卡牌。那首先呢，我们会是将所有的爆炸猫，还有猜出卡给抽出来，接着将剩余的卡牌 shuffle， 接着面朝下给每个玩家派4张作为起始手牌，然后再给每个玩家派1张 diffuse 猜出卡，这样所有玩家的起始手牌都一共会有5张哦。接着我们会把玩家人数减1的爆炸猫随机的放回进去牌堆里面。 以4人玩家为例的话，我们就只会用到3张啦。那这3张呢，你就可以随机的写进去牌堆里面，之后把剩下的猜出卡也给随机的放回牌堆里面，然后再把牌库给 shuffle 洗牌一下，最后把它面朝下放在桌子中间，这样一来设置就完成咯。接着我们来讲游戏流程。那一开始每个玩家把手牌拿回手上，之后选1个玩家来做起始玩家开始游戏，游戏以顺时针进行。 那在你的回合呢，你有2个行动可以选择1个来做。那选项1，从你的手中可以打出任意数量的手牌，把它面朝上放在7牌堆，并依照次序执行它的功能，直到你没有牌要再打的时候，你就再从牌库里抽1张牌来结束你的回合。举例来说，玩家也打出这张洗牌卡，那这时候那个玩家就可以把牌库拿起来，一直 shuffle。 直到有1个玩家叫他停为止。选项2，你也可以选择不打牌，直接从牌库的最上端抽1张牌来结束你的回合。那如果你抽牌抽到爆炸猫的话，你就必须打出手上的猜出卡来解除炸弹哦。成功解除炸弹后，你就把猜出卡给放去弃牌堆，接着把刚抽到的爆炸猫按你自己喜欢的顺序偷偷的放回牌库里面。OK， 这样一来你就没有事情了，因为你没有被炸到。 那提醒一下，如果玩家抽到爆炸猫的话，他除了拆弹以外就不能进行任何的行动，他的回合就结束了。在你的回合结束过后，便由下一个玩家来进行他的回合。游戏的胜利条件就是要想办法活下来，不要被炸死。那活到最后的玩家就可以获得游戏的胜利咯。接着我们来介绍卡牌的种类。首先左边这张呢是爆炸猫，如果玩家抽到爆炸猫的话，他就必须把他这张牌给公开。 接着由抽到这张爆炸猫的玩家从手上打出 Diffuse 拆除卡来解除这张炸弹。如果这时候玩家手上没有任何的拆除卡的话，那玩家就会被炸出局咯。
相反的，如果玩家手上有猜出卡的话，他把猜出卡打去弃牌堆，接着他可以把刚抽到的爆炸猫秘密的随自己喜欢的放回进去牌堆里面。那当然，如果你要放在最上面的话，也是允许的哦。这张是恩惠卡，打出这张牌呢，你就可以向一位玩家索取一张牌。那要给你什么牌是那位玩家决定的哦。接着是洗牌卡，打出这张卡牌，你可以将桌子中间的牌库给拿起来洗牌，直到一位玩家叫你停的时候，你才把牌库放回去桌子中间。这张是预见未来卡，那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可以看到那些牌的图案越来越奇怪，甚至都已经不是猫了哦。那这张牌的功能呢，是打出来之后，你可以看牌库顶最上面的3张，看完之后按照原本的顺序放回去。接下来是跳过回合卡，那很明显的可以看到，除了其他生物以外，人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表现也是越来越奇怪哦。打出这张牌的玩家可以立刻结束自己的回合，并且不必在牌库上面抽牌。然后是攻击卡，打出这张卡牌的玩家呢，也是一样立刻结束自己的回合，并且不用抽牌。那下一位玩家呢，他就必须要被逼进行2个回合咯。举例来说，玩家 A 打了攻击卡，并且结束自己的回合，不用抽牌。那到了玩家 B 呢，他除了进行1个回合抽1张牌以外，他还要额外的进行多1个回合，然后再抽1张牌。最后是阻止卡，那打出阻止卡呢，可以拿来阻止其他功能牌的效果哦。那当然了，阻止卡也可以拿来阻止别人的阻止卡哦。但是它不可以阻止爆炸猫和拆除卡的效果。那阻止卡呢，不需要在你的回合的时候，你也可以打出来去阻止别人的行动的。那除了刚刚说的那些功能牌以外，游戏里还有这几种无色的卡牌。那它们单单打出来呢，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的。不过呢，它们可以透过特别的组合来配合出强大的能力哦。那第一个组合呢，叫成双成对。那玩家，如果你打出1对一样的手牌的话，你可以指定1个玩家，并且从他的手上抽取1张牌。接下来是3条，你打出3张一样的手牌的话，你可以向一位玩家指定1张你要的牌。那如果那个玩家手上有你指定的那张牌的话，他就必须要给你。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也什么都拿不到咯。最后一种组合呢，我就称它为五彩缤纷了。那你打出5张不一样颜色的牌呢，你可以从弃牌堆选取1张你要的牌拿回来手上。那要记得，阻止卡也是可以拿来阻止这些组合的功能的哦。说到组合的话，刚刚的这些功能牌你也可以拿来用作组合的搭配哦。但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拿来搭配组合的话，那功能牌上面原本的效果你就必须忽略掉，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使用上面的能力了。那最后一点要注意的是，在你打出组合卡牌的时候，虽然这5种都是无色的卡牌，但它们其实并不属于同一类的哦。举个例子，如果你要打出成双成对的话，你就必须要打出跟这个一样图案的卡牌才能发动效果。OK， 配合其他的话是不行的哦。那当然，如果你拿这5张来组成五彩缤纷的话，是 OK 没有问题的。那本集教学就到这里啦，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请别忘了按赞和分享哦，也别忘了下半集的试玩内容更精彩。想要看看我跟朋友们怎么透过这款游戏有爆炸性的互动啊，那就别错过下一集的影片喽。我是 Alex，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